大家好，这里是宋书新语。今天啊，是我正常血糖吃二甲双胍的第3天。上午的那个上头的感觉吧，就是好像喝了一杯浓咖啡那样的感觉，弱了很多啊。我还是比较失落的，好像自己损失了一杯咖啡一样。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二甲双胍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去年这个时候您在哪里？你正在干什么？是上网课吗？还是张嘴啊，或者是排队呢？这一转眼啊，就2023年的11月13号了，跟做梦一样。从这个长达3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啊，到突然结束啊，让人还是不禁有点恍惚啊。这个新冠真的消失了吗？事实上啊，真的没有消失。虽然现阶段的这个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是锐减啊，但之前的数据显示啊，在感染新冠3个月之后啊，仍有6%左右的感染者呢存在至少一种症状啊，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长新冠 （Long COVID） 啊。那长新冠的主要症状啊，包括疲劳、疼痛、睡眠障碍、呼吸困难啊，严重影响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以前医生只能是对症治疗，但是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啊，二甲双胍有望预防长新冠的发生。这项研究啊，发明在2023年3月的《柳叶刀》杂志的在线版上啊。论文的第一作者呢是明尼苏达大学内科和儿科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呢是肥胖医学和糖尿病。联合第一作者呢是 Thomas A. Murray， 他是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学教授。包括美国8所医院和机构啊参与了这项研究。那这项超过1000人的随机对照实验显示啊，与安慰组相比，在感染早期使用二甲双胍治疗呢，可以使长新冠发生风险降低42%。如果在发病后4天内开始用药啊，发生率甚至可以降低超过60%。二甲双胍呀，也是被称为神药的啊，大家知道，已经用于治疗糖尿病有60多年了。那全球呢，大概有10多亿人在服用这个药，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那近些年来研究发现啊，它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心血管啊、抑制肿瘤生长等等，所以说一直给我们带来惊喜啊。现在呢，又增加了这个预防长新冠的这个功能。那研究啊，就设计了一个对比实验啊，很巧妙的比较二甲双胍、伊维菌素和佛夫沙明这3种药物对长新冠的治疗效果。那参与者呢，在确诊后3天啊就开始用药啊，之后啊，就开始为期300天的这个随访。那这项研究啊，它的设计是不是科学呢？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先看看它人群的选择啊。它人群啊是选择了年龄在30到85岁，体重超重或者肥胖，SARS-CoV-2 检测阳性，症状出现不超过7天的这个受试者。那排除已经用实验药物或者接受新冠治疗的这个个体、孕妇以及哺乳期妇女啊，就是纳入部分组了。通过2乘3因子啊这个设计和进行随机分组啊，包括二甲双胍组、伊维菌素组诺佛夫沙明组还有二甲双胍加伊维菌素组、二甲双胍加佛夫沙明组和安慰剂组，确保呢各组人数均衡。那统计分析这个modified intention to treat 这个方法呀，排除没有收到实验药物或者住院时收到实验药物的实验者。那人群特征显示呢，平均年龄是45岁，56%是女性，其中7%是孕妇82.8%是白人，其中位的 BMI 为30公斤每立米，51%的个体的 BMI 大于30公斤每立米。那随访结束的时候呢，完成率呢高达95%就是各组间这个退组率没有显著差异。这个研究开展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呀。这项研究它开始于2020年的12月30号就开始筛选受试者，到2022年1月28号结束入组。整个实验过程呢，大概是1年时间。受试者入组后会在1天内收到实验药物，然后开始为期14天的用药治疗。从随机分组开始研究团队就对受试者进行为期28天的主要随访
记录呢就是急性新冠病程。随后呢，从随机分组60天开始呢，团队每个月向受试者发送一次调查，也就是说整个实验啊从筛选开始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那受试者呢从入组到最后一次随访呢被观察了近1年，所以研究人员啊在2022年2月14号解盲，结束了这项规模浩大的实验我们看一下论文的讨论部分COVID Out 是一项由研究者发起的多中心第3期随机4重盲法安慰剂对照临床实验，评估新冠早期门诊治疗，并随访参与者10个月，以评估早期治疗是否可以预防长新冠的发生。使用2价双胍治疗急性新冠感染期间，预防了超过 40% 的长新冠病例。2价双胍组 6.3% 的参与者，安慰组 10.6% 的参与者被医生诊断为长新冠。当2价双胍治疗在症状出现4天内开始时，长新冠发生率降低超过 50%。这与本实验中2价双胍在前14天减少超过 40% 的急性新冠严重病例的结果一致。那本实验中佛佛沙明和伊维菌素呢对预防长新冠没有显著效果，这也与实验前14天这2药对急性新冠结果是一致的。根据工伤赔偿保险公司的数据71%的长新冠患者呢需要6个月以上的医疗治疗和无法工作。采取必要的步骤评估2价双胍作为预防长新冠干预措施的效果是迫切的公共健康需求。本实验存在一定的局限包括例如不包括低风险人群不能外推至体质正常或者年龄小于30岁的人群。同时呢，样本是以白人为主 82.8%， 与美国人口不同，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这些发现是否适用于之前感染过新冠的人群。本实验呢，也为探究2价双胍对新冠患者急诊或住院时开始用药是否有效，以及对已患新冠的患者是否有治疗效果。鉴于呢长新冠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急需确认性实验来克服我们研究的局限性，已把这些结果呢转化为实践和政策。2价双胍预防长新冠的 P 值非常低0.009，即使进行本实验所有主要和次要结果的邦弗奥尼校正， P 值也仍小于 0.05。 未来的临床实验还可以评估与其他治疗的协同效应，比如在接种疫苗人群或者之前感染过新冠的人群中与奈玛特韦、利托纳韦联用的效果。总之早期使用2价双胍可降低42%的这个长新冠发生率，这与该药减少首14天急性新冠病例的作用一致。佛佛沙明和伊维菌素都未显示出预防长新冠的效果，这也与前14天的这个结果一致。那考虑到这个长新冠对健康精神健康和经济的严重后果，2价双胍作为干预措施鉴定和验证的迫切性是当前大流行病情的重要需求。所以论文这个语言还是比较书面化的这个简而言之就是2价双胍有效。2价双胍组发生长新冠的概率是 6.3%， 比较安慰组的 10.6%， 降低了 42%。如果在发病后4天内开始用药，发生率甚至可降低 63%， 而其他2种药物呢效果不明显。另外呢，女性和未接种疫苗的人更容易发生长新冠。那接种疫苗有助于预防长新冠的发生。那结论里提到一个统计的 P 值问题P 值反映了研究结果的统计学的这个显著性和可靠性，它是用于统计学推断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常说很多偶然现象没有统计意义，其实就是指这个 P 值较大，通常是大于 0.05。当 P 值较大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统计意义，表示这个结果可能是零效应假设下的这种随机误差，而非真实的这个效应造成的。P 值越小，结果越可信。通常P 值小于 0.05， 代表结果呢就存在统计学的差异，就有价值了。这里呢 P 等于 0.009， 就表示2价双胍组和安慰组在长新冠发生率上的这个差异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意义。所以这个论文的数据还是存在非常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经得住比较严格的这种所谓多重的比较校正，说明二甲双胍可以可靠的预防长新冠。当然了，这个二甲双胍和新冠治疗的联系不止于这项研究早前在 NEJM 刊登的研究呢，也揭示了这个神药在预防新冠危重方面的效果。这个研究呢，涵盖了超过1000名参与者，结果显示二甲双胍能够使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住院率、急诊风险和死亡率降低约4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呢，上述研究他关注门诊接受治疗的新冠感染者，而非在急诊接受治疗或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所以对二甲双胍在不同治疗阶段的效果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所以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吧？不过有没有惊喜你一定要听医生的意见。我们的频道只是一个科普的小频道，不能作为你看病吃药的这个决策依据这个切记那看了上述内容呢，你有什么想法欢迎提出宝贵意见我会继续提升这个频道内容。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或者内容创意你告诉我我们一块来完成它。祝您健康，再见。